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华为这段时间陆续推出了一批新笔电，我手上的就是推出不久的第一系列最新款华为 MateBook D16。打开包装盒，我们看看啊，里面一根 USB-C 的那个数据线还没拆，等一下把它拆掉。然后是一个65瓦的一个电源适配器，最后拿出来就是华为的本体了。好。A 面除了华为 logo 以外呢，没有任何其他设计，给人的感觉非常简约，很商务范，符合华为一贯的调性。触感也 OK， 摸上去有点磨砂的质感，而且不容易沾指纹。整机采用的是高强度铝合金，表面是阳极氧化工艺。在 5K 左右的档位笔电来看呢，整体质感和做工是 OK 的。我自己其实也是第一次用16寸的笔记本，拿在手里还蛮大的，但是比我想象中要轻得多，竟然只有 1.7千克，重量甚至不及一些15寸的商务本。厚度方面也控制得不错，最厚的地方也只有 18.4 毫米，接口也是给到足量，在左侧有2个 USB-C， 一个 HDMI 2.0， 还有一个 3.5 毫米耳机的接口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其中上面一个 C 口是可以在笔记本关机情况下呢，反向的给手机充电。这么大号的充电宝，有时候啊，在外面应急还是挺实用的。另一个是全功能雷电式接口，也就是充电以外可以用来接外置显示器。右侧还有2个 USB-A 接口，一个 USB 3.2， 一个 2.0 协议。打开以后，16寸的屏幕看起来非常震撼，大就是不一样。由于采用了超窄边框设计和16:10的屏幕比例，使得屏占比达到 90%。16:10的比例比起传统的16:9有着更多的视野，比如浏览网页和办公时看各种表格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信息，这样无形中就提升了工作效率。这次的分辨率是1920×1200，在这个价位段中呢，实属一般。不过屏幕素质非常不错的，色域覆盖达到了100% sRGB， 拿来追剧很 OK， 有没有？另外，屏幕采用的是雾面屏，来说人话就是你如果在户外有阳光或者其他反射光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有不错的表现。包括在保护视力方面，这次也通过了德国莱茵的硬件级低蓝光认证，对于需要长时间面对笔记本工作的人群有很大的帮助。16寸的笔记本可以有更好的空间利用率，比如这次键盘就为全尺寸，右边的数字键盘区域呢，对于经常要使用数字输入的人群，这样的布局非常有助于他们的工作效率。键盘为 1.5 毫米的高键程软着陆设计，打字的回馈感很舒服。如果你在办公室使用，也不会有很大的动静影响到其他人。在数字键盘上端还贴心的设置了4个快速功能键，分别是计算器、智能搜索、一键返回桌面和摄像头开关的快捷键。好，这里说到摄像头，采用1080p 像素的88度的广角，它被华为称为慧眼，就是会自动锁定人物在画面居中。不过目前第三方应用还是无法调用，包括 QQ 和微信等等。再好的骨骼都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。这次的 MateBook D16 采用英特尔12代酷睿标压处理器，有 i5-12500H 和 i7-12700H 2个配置。我手上的这台是跑量的 i5 版本， CPU 主频 3.11G， 可以睿频到 4.5G， 采用全新大小核异构设计，大幅提升多核性能。16线程 TDP 功耗45瓦，搭配 16GB LPDDR4X 内存， 512GB 固态英特尔锐炬 X1 显卡。日常在使用中有2种工作模式，可以使用 FN+P 快捷键，在平衡模式和高能模式之间快速切换。话不多说，还是来跑个分。我把亮度设置在 60%， 在10面积223中，多核和单核性分别跑出了10781和1724分，来到 CrossMark 总分1757分，而在 PCMark 10中得分5086。高负载后呢，键盘中间温度最高40度左右，这样的发热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实际表现怎么样呢？这样的配置纯粹只用作办公的话，处理一些 Office 文档是毫无压力的，这里就不再测试了。当然，我们要用来做一些重活，
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，用它来剪视频。这次的软件使用的是剪映专业版，4K 素材我们来叠加播放。对于直接的玩家来说，到这个数媒派的朋友，不要动它。另外，在单轨6分钟左右，4K 视频导出时间为3分钟。在没有额外附加太多效果的情况下，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？工作之余打打游戏还是非常不错的放松方式。打开原神，在中画质模式下，分辨率最高1920×1200，日常跑图可以基本维持在30到40帧区间。作为一台以办公为主打的笔电，玩这些网游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真正与其他品牌拉开差距的是华为在办公领域多设备协同的布局，也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超级终端。关于这些你们当然也看得太多了，今天也不再过多的去重复它。在这一点软件生态上，目前除了苹果和华为以外，其他品牌基本上都可以归为其他。这次 MateBook D16除了配置了强劲的 CPU 以外呢，在硬件方面，它自己也首发了一项网络的技术，华为称它为 Medline 天线，全新的结构，利用分布式加载方式，天线频率不变的情况下，把信号加强，提高下载速度，降低延迟。那么到底如何呢？经过我几天的使用测试来看，一旦连接还是非常稳定的，就是在一些比较信号不好的地方，也能比我的老设备速率要快。打开网页的图片和加载视频的速度明显较强，华为对它的表现也是非常自信的，以至于也有可能是 MateBook D16没有配置有线接口的原因呢。华为生态环境逐步完善，无论是华为手机和平板，或是笔记本电脑，都能成为超级终端，彼此之间相互协同，创造出更多的使用场景。在这一点上，目前除了苹果生态，其他厂家可以说是望尘莫及。我想这也是华为现在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这款 5K 左右的12代 i5 笔电也是极具性价比。不知道你们都有哪些华为超级终端呢？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